在外人面前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子，但在哥哥的眼里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甚至连睡觉都是跟大哥一家4口挤在一个炕上。只是好吃懒做的我，不仅被工厂开除，还害得大哥掉下山崖，尸骨无存。因此，嫂子和侄儿侄女跟我反目成仇。随后的40多年里，我深陷悔恨和自责，最终在上厕所时太用力，导致脑溢血，结束了我孤独的一生。可再次睁眼，我竟然重生到了自己被工厂开除的那个冬天。此刻，我正拿着木棍站在零下30度的冷风中尿尿。当再次听到大哥和大嫂吵架时，我却不禁笑出声来。嫂子还没视我为仇人，侄子和侄女还在健康的成长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不说小龙不回来吗？这人回来了，咱们家烧的炭不够咋办？咱们家的炭不够烧咋办？大冬天的，挖红柳根也挖不出来啊！这事儿你不管了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个屁办法！你去队里借，这一借至少得500公斤炭，到时咋还？1年挣的钱都不够还的。你别管了，我来想办法，总不能让小龙冻着。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回来了？还开除？哪个好人能被厂子里开除？你也没问问为啥开除？当时花了50块钱的，那钱能要回来不？钱都花了，咋能要回来？那你问问小龙，这几个月的工资有多少？能剩下一点的话，拿钱买也行。问那个干啥？要有钱的话，他还不拿出来了？在乌城就他一个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能不花钱？别问了，跟你说了，我来想办法。行，你就冲大头吧，反正我不管，不能再把小娟跟小强冻着。妈，我想吃肉。这刺骨的冷真让人清醒。上辈子我踩着哥嫂的血害过日子，这辈子我得连本带利的还给他们。二毛，啥事儿？建国哥，听说李龙回来了。兄弟，我现在有难了，得找你帮忙。你先说下，不过我不一定能帮上。我明天去相亲对象，手里没钱，你借我些钱。上一世为了充大方借钱给他，结果家里欠账3年，他却到死都没还。我也没钱。怎么可能没钱？你一个月几十块，1分没存，不可能。给你说了没钱，难道我不花吗？吃大哥大嫂的，我不交点钱？你有难处怎么不找你亲哥去？不借就不借。李龙，我看错你了，怪不得被开除，活该。我知道他明天就会把开除的事放出去，吴淑梅也会来提分手，正好。嫂子，家里柴火不够，这10几块钱先买些炭，这2天我去找柴火。大冷天零下30多度，哪找柴火去？钱你收起来，年轻人身上得装点钱。不能光让你们给我花钱，好歹我也快20了。先前有些不长脑子，做了一些错事，但现在我知道那些事儿做的不对。反正冬天也没啥事儿，穿厚点就行了。叔，我找你玩，你那么远回来，带啥好玩的没有？顿时我有些惭愧，不说给哥嫂买东西了，就连侄女李娟、侄子立强也没给买点啥礼物。我翻了翻自己的包里，掏出一些包着牛奶糖的糯米纸。侄子徐强眼睛一亮：“叔，这个能吃吗？”“能吃，但是没肉好吃。”“叔，我想吃肉。”“那行，明天我去砸冰窟窿抓鱼，保证咱们过年吃上鱼肉。”“我今天就想吃，不吃肉也不会死。天快黑了，快回去准备睡觉去。”“你们等一会儿，我给你们抓几个老雀烤着吃。”“叔，真的能抓上吗？俺跟你一起去。”“行，外面太冷了，那你去戴个帽子。”“叔，我也想去。”“跟我来，待会儿抄网一扑就能逮着，你们要帮着拿。”“叔，看到没有？”“嘘，别说话，没看书正在找着呢。”“找到了。”“小强，你抓好，可不要松手，不然待会儿没有老雀吃了。”这次我聪明了，捉到直接拧断脖子丢在雪上。还知道跑哪里去了？浑身都是血块，进屋换鞋子去。我不，我要吃老雀，我要吃肉。你们先去换鞋，我得先把老雀收拾干净。叔，啥时能吃？耐心一点儿，肉香弥漫，俩孩子连小骨头都嚼碎咽了，吃完还把手舔得干干净净。我心头一酸，
以前发了工资只顾自己解馋，真不是人。看着他们意犹未尽，我决定趁夜再去一趟，目标是庄稼跟堆的呱呱鸡。零下30度，土堆边露出枯草，10几只呱呱鸡卧在那儿。灭了灯，一网扣下，直接连窝端。1小时抓了5只，掂着沉甸甸的袋子，这大冷天受得冻，值了。叔，俺还想吃肉，俺姐不让俺说，其实俺知道她也想。那中午咱们吃肉好不好？叔，还是吃老雀肉吗？那个好吃，就是肉太少了。是呱呱鸡，咱们先吃早饭。姐，叔说中午吃呱呱鸡。吃啥呱呱鸡？去哪儿抓去？是我叔说中午吃呱鸡。我昨天晚上逮了几个放在雪里，待会儿吃过早饭，打算收拾一下。抓了几个呀？真有5只。淑芬来了。看到地上的肉，吴淑芬咽了口唾沫，心想提分手的事可以晚几天。大哥避嫌准备回屋，但我并不在意。你是不是从顾二毛那里听说我被开除了，所以过来要和我分手？是啊，分了吧，你都被开除了，肯定是没干啥好事。当初你追我时，觉得你新城有前途，只是没想到你品性这么不好，我可不想以后被牵连。那咱们就分手吧，我不牵累你。那就分手吧。他没想到我先开口，当着家人的面无法反悔，只能走人。哥，咱们得赶紧把呱呱鸡放屋子里。真有5只啊，这年头能吃顿肉，真的是很难得的。雪这么大，呱呱鸡可不好抓，咱们队上就没几家吃过。嫂子，今天咱们做2只吧，再拿2只给小娟她外爷送去，剩下1只留着备用。你们看怎么样？此时他们对视一眼，满是意外。以前我有好事从不想着家里，他们一时还没适应。大哥，我打算明天借队里的马车去山里拉点木头回来。不行，现在那么冷，山里的路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去了能干啥？丢山里就麻烦了。我在食品厂里的一个同事，他就住山边上，他带我进山，早早出发，争取当天就赶回来。那你等着，我去帮你借马。大哥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弄点其他东西来，得给队长意思一下。嫂子觉得我懂事了，大哥也在反思，而我全副武装，准备去小海子凿冰捞鱼。龙哥，我听说你回来了，去你家找你，结果你哥说你来小海子抓鱼了。袋子给我，你是当工人的料，干这个不如我。那行，等逮到鱼，咱们1人1半。大强，走，看前面那窟窿有没有鱼。鱼大半截，一抄网捞出7、8条，3、4公斤。龙哥，让我来一网吧。行，你来吧。大强，不错呀，这条5道黑拿到县里至少能卖2块钱。真能卖这么多？当然能，现在快过年了，那些城里人想吃鱼，不得出的价钱高点儿。那龙哥，你说以后咱们逮鱼到县里卖怎么样？那太遭罪了，能把人给冻坏了。不怕，就怕没钱。我明天要去山里拉木头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去山里拉木头？你一个人吗？那我陪你去吧。那你得穿厚点儿。今天捞了10几公斤，送给队长，马车绝对稳了。大强，不干了，走，回去吃饭。龙哥，再捞几网吧，每一网都有鱼，说不定待会儿还有大的。不能再等了，你看看你身上衣服都湿透了，再待下去非重病一场不可。走，快到我家烤火。对了，你在路上拿雪搓一下耳朵，别真冻坏了。没事儿，捂一下就好了。快进屋把东西扔地上，先去烤火换衣服。来泡泡脚，不然明天就得起冻疮。待会儿就在我家吃中午饭，吃过休息一下，咱们再去捞一次鱼，估计到时候鱼更多。叔，我妈让我喊你们吃饭了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累坏了吧？我看你们捉的鱼可不小，晚上咱们熬鱼汤喝。大强，咱吃饱了还得去一趟小海子，砸个冰窟窿不容易，不能浪费了。咋还要去？我们砸的冰得有半米深了，海子里鱼多，等一段时间，冰窟窿那里聚的鱼更多，下午再去一回，说不定能搞到大的。那我也一起去，多弄点回来，冻上能吃到过年。叔太好吃了，过2天你能再捉呱呱鸡吗？呱呱鸡不保证，鱼肯定不会少。我帮着收拾碗筷，嫂子越发觉得我是真变了，
以前我绝不可能做这事。三个爷们儿全副武装杀向小海子，大强趟过路，再走就没那么困难了。我点起火，第一网全是公斤级的大鱼。大哥边捡边激动地向大响示意。小龙，快过来看看，那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？大哥，这是水老鼠，快拍死！水老鼠是啥？这家伙是水老鼠，学名叫麝鼠，又叫青根鲷。大强，快捞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。虽然又捞了近20公斤鱼，但在青根鲷面前，鱼都不香了。大强，你上来烤烤火，我去那边冰窟窿试试。大哥，大强，现在不急。这水老鼠一到春天化冰的时候，一窝一窝的出来，到时就好办了。要不盖的话，过2天水会慢慢溢出来，到时砸起来麻烦。现在用雪盖住，到时候铲掉，雪下面冰冻的就没那么厚。建国哥、龙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回屋喝了嫂子熬的鲢鱼汤，身子瞬间暖了。先把衣服烤干，不然的话回去你爸肯定也要抱怨。没事儿，我拿几条鱼回去，他肯定高兴了。那也得烤干，明天我一早就走。你要跟我去，得把衣服穿厚点。大强这人不傻，我自然知道他不傻，只是他家人和外人觉得他笨。就1天时间，老家雀、呱呱鸡、管够的鱼，这日子真幸福。大哥，我提2条鱼去许队长家里，顺便说一说借马车的事情。2条是不是有点少？不少了，2条2公斤，很不错了。他借马车也不可能因为这鱼白借，咱没必要多拿东西。这一次2条鱼就好，如果拿多了，下一次再借，没鱼了咋办？上一世吃尽了亏，算是把日子过明白了。现在这日子，我要倍加珍惜。小龙，你逮到鱼了，分我1条呗。我顿时被这个家伙气乐了。我有正事，没空和你在这里皮，让开。咋还生气了呢？我和你开玩笑呢。我刚得到的消息，蒋家里买了电视，专门过来约你过去看看。你想看电视吗？没空，我有事要办。你想看自己去吧。爸，李强他叔来了。小龙来了呀？怎么还带着鱼？听说你不在厂子里干了？能力有限，咱上学少，知识水平有限，有些活干不了就回来了。这是今天从小海库里逮的鲤鱼，我提过来2条，你们尝尝。这鱼不小的，砸窟窿可不容易吧？还是你们年轻啊。队长，我有事和你商量一下。啥事你说，能办的原则下我都给你办。队长，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这我回来了，我哥准备的炭和柴火不够，我想借队里的马车去山里拉些柴火回来。那不成吧？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能不能找到柴火？就那山里的情况那么复杂，你去了迷路了回不来了，我咋和你哥交代？队长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一个关系不错的工友就是清水河的，我们一起也不进深山，从他们那里整点不成材的木头就行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不劝。不过公事公办，咱们队里就这几匹马，出车的话那是要算工分的。那一天就是1块6，车就不给你记工了，怎么样？行。提着另1条鱼去马号，老罗看到鱼和许队长的条子，笑着说一定把最好的马给我备好。爸，咋没做饭呢？你那么晚都没回来，你侄子毛蛋过来说是饿了，把给你留的饭给他吃了。你要饿了，厨房还有洋芋，你搁炉子下面烤2个吃吧。爸，我逮回来鱼了，我要做鱼吃。你逮回来鱼了？啥鱼？拿过来看看。哟，这鱼不错呀，哪里抓的？和龙哥去小海库里抓的。行吧，你把这鱼拿你哥家里去吧，家里油不多，做鱼不得用油啊。我不用油，我炖鱼汤就光用水。你妈死得早，等我死了你这么笨，不得靠你哥生活。现在你不巴结着你哥，等到时候你连饭都吃不上。就是不送。我跟着我哥这一顿还没吃饱过呢，晚饭还让毛蛋给吃掉了。我跟着龙哥不仅能吃饱，
还能吃鸡，还能吃鱼。我不吃鱼了，你想给谁给谁去吧。这兔崽子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，还反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把鱼收进厨房，打算明天全分给大儿子。谁？龙哥，是我，大强。你来干啥？明天一早就要走，咋不早点睡觉去？我睡不着，想住你家，明天好和你一起走。行吧，我已经把马车借好了，咱们早点休息，明天早点走。今天累了一天，你们早点休息睡觉吧，明天早去早回。我明天早起给你们蒸些糕，带上装挎包里放好就行。好，那我们去睡了。你们两个路上饿了就吃，别不舍得。听说你小叔子被开除赶回来了，今天还去山里拉木头，这村里不够他折腾呀，这出的是啥洋相？小龙这回是真的打算弄些木头回来，他有这心，我们肯定也是要支持。梁月梅，你怎么变了？你小叔子都被工厂给开除了，你们花出去的钱都抓瞎了，我看你还跟没事人一样。要是我，早就骂出去了。谁还没有个犯错的时候？能改，有进步就行。我感觉小龙这一次变化挺大的，让开除了也算是好事。不是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吗？志刚，快进屋来！大姐夫，大姐，我来了。我大姐夫呢？听说李龙回来了，他不干了。你大姐夫在东屋忙着呢，你咋来了？老爹，老娘让我过来看看你们，带些东西过来。老爹让我带些白面，还有20块钱。李龙回来，你们家的炭肯定不够烧。老爹的意思是先在队里买一些熬过去再说。不用了，李龙去山里拉木头，今天就能把木头拉回，我们家的柴火就够烧一冬了。你姐夫在掏鱼呢，你回的时候带几条回去。鱼？哪儿来的鱼？李龙带着你姐夫去小海窟里砸冰窟窿，逮了不少。那怪受罪的吧？这么冷的天，也亏李龙能想出来，他也就知道玩了。大姐夫，你们这鱼整的也太多了吧？志刚来了呀，这鱼是小龙砸的冰窟窿搞的。我也没想到冬天砸2个冰窟窿能搞到这么多鱼，个头还这么大。小龙走的时候说，等回来要给你们送一些过去。对了，还有2只呱呱鸡呢。你说这是李龙整的鱼，还有呱呱鸡？是啊，这回虽然他被开除了，但变化很大。大舅，呱呱鸡真是我叔打的，好吃的很。志刚，你拿10条回去，冬天给老爹老娘炖鱼汤喝，等年前我们再整一回，到过年给你们再送过去。大姐夫，李龙去山里拉木头，那能行吗？山里那地方人少，又没啥好路，能成吧？小龙这次回来变化挺大，这是他自己去借的马车，计划的好好的，那就由着他折腾去吧，反正冬天也没啥事儿。唉，行吧，可惜了。那工作没了也没啥可惜的，一个工作机会能换来小龙吃到教训也行啊。龙哥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赶马车呀？这算啥呀？这路这么平，咱队里的马本身就温顺，只要不刺激它，时不时的关注着，让它往前走就是了。大强，你在这里看着马车，我进去看看那水老鼠的皮啥价钱。好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同志，我想问问这东西你们收不收？你知道不知道这啥皮？水老鼠皮吗？对，小伙子懂得挺多嘛，还是新皮。昨天掏出来的，算是意外吧。这玩意儿春天好搞，现在只能说运气好。皮子不错，这张给你5块钱，后面有的话就按这个价，就算是高价了。行，卖了多少钱？5块。走，去百货大楼，咱们买点吃的再走。这么贵？那真要能多弄几张。春天倒是好弄，现在小海子结着冰，能弄到1个就已经是运气了。大强，你先进去买1公斤芝麻饼，2块砖茶，然后暖和一会儿再出来换我。龙哥，买了芝麻饼1块2毛8，砖茶9毛，这是找回来的钱。走，现在进山。龙哥，你的工友就住在这里吗？不过先不去了，咱们直接进山。大强没多问，其实我前世多次进山，路熟得很。很快在松林后面看到了自己想要找的目标冬窝子。龙哥，我看那边雪下面应该就有倒下的树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干吧。不，继续往前再走一段，那里位置最好。走，咱们过去吃个中午饭，然后再干活。
去那里吃中午饭，人家能让吃吗？放心吧，那些人很好客，咱们可是带了东西来的。你好，我们是过来拉木头的，走累了，能在你们这里休息一下吗？中年人警惕打量后，指了指远处的木桩，让我们拴马。这是送给你们的。好。大强心疼这加起来好几块钱，芝麻饼过年才能吃，但他觉得我肯定有理由。这些就够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们要很快吃完，然后装木头回去。我不拉着他，大概率要出去宰活羊了。他们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吃。阿耶斯，阿耶斯，不要宰羊，把那个送给我就好了。我就要那个，出去能卖钱的。真的？真的，1公斤1块钱呢，这个给我就够了。他又提进一只断了一截的，没原来的好看，也没那个重。这是内森在林子里捡的，原本我们打算当柴火烧了。当柴火烧？热乎乎的奶茶入口，身上顿时就暖了起来，这不比吃着冷发糕舒服得多。龙哥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着到这里来这么干？是啊，咱们这趟过来可不仅仅是拉木头，还得想点挣钱的路子。山里他们比咱们要熟，来钱的路子也多。我边吃喝边打量毡屋，墙上的一个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是你自己的？早2年发给我们的。我叫哈里木，你呢？我叫李龙，他叫陶大强。我们家里柴火不够了，过来拉一下。哈里木大哥，你们的煤是买的吗？不是，从那边山里挖的，挺远的，有1公里吧，没有路，现在不好走了。我有些失望，要是能挖些煤回去就更好了。你有枪，那就不会怕狼了吧？对了，这山里有狼吗？墙上是5、6式半自动步枪，扁刺开着。有，狼咬死过3只羊，前几天下大雪，又冻死2只羊。为什么不打呢？因为没子弹了。我们去年发的子弹不多，刚入冬的时候野猪比较多，打过几次，子弹打完了。我能搞到子弹，我是基固民兵，有打班任务，练习的子弹我还余下10几颗。真的？你要能搞到，我拿羊和你换。不用，有空我拿上来，冻死的羊给我就行。少数民族不吃冻死羊，但对我来说，冻死的和杀死的有啥区别？我也有几发子弹。那你什么时候能再次上山？明后天吧，我尽量提前，但今天得把木头先拉回去。明后天能不能借来马还不清楚。那我等你，到时候给你羊，死羊就算了，我给你活羊。我当然不是圣母，但我有更大的图谋。不用，其实我还有其他事情找你帮忙呢。啥时候野猪下来，你要打到了给我留着。狼也是，你们要狼皮，我要狼骨头、狼肉之类的。行。我能去看看那冻死的羊在不在吗？其他的应该被狼叼走了。哈里木大哥，你知不知道其他牧民在哪里？既然雪灾了，其他人那里应该也有冻死的羊吧？你要能找到我都收，用茶叶、盐或者其他东西换都行。行，我明天去问问。秋天有一次发洪水，那里有许多冲下来的木头，你们可以看看。龙哥，咱们这一趟真是收获大了，光这些木头就够烧好久了。可惜煤那边离得远，不然搞点煤就更好了。我心里默算，如果下次还有冻羊，这几天收入比城里工人1个月都高。只要勤快，春天买自行车的钱绝对没问题。大强，咱们去收购站先把鹿角卖掉，然后再买点东西回家。好。谁这么不长眼，偏偏赶到下班过来？小同志，上午你是不是来过？同志你好，我想问问这鹿角，你们这里收吧？收。你这鹿角山里收的，这只挺完整的，但另外一只有点缺。1公斤多少钱收？这鹿角应该是去年秋天脱落的，成色还不错，1公斤给你3块，不少了。行，就这价了。6公斤7，我给你算一下，36118，20块1毛钱，把钱拿好。小伙子，以后有啥好东西就拿过来，我给你好价钱，星期天我都在。大强，这是分给你的，
等回去的时候再给你家卸一些木头。龙哥，我不能要，我就跟着帮忙来的，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这钱要放我手里，最后肯定还得让我爸收走。哦，那我给你买些东西吧，东西买了你爸总不能收走吧？你没手套，看你手上的冻疮。走，去百货大楼给你买货手套，回去就说我给你买的，别让你爸再给你割。快下班没法挑，掏了4块钱拿了双带绳的，这手套你戴上，别给别人了。回家的时候你拿些芝麻饼，再卸些木头，这样你爸也不会说你了。马车还没到家，就有不少人跟着过来看热闹。哟，李龙还真把木头给拉回来了。这一车柴火不少啊，看样子得有几百公斤，能够烧1、2个月了吧？没想到李龙这小子出息了呀！侄子冲过来，我塞给他一块芝麻饼，让他跑回去给大哥报信。爸，我叔回来了，拉了一车木头，好多人跟着。一路上都挺顺利，还有其他收获，挺顺利的。其他收获？啥收获？搞了一只冻羊回来，能吃几天肉。陶大强，帮着把木头卸下来再说。留下3根儿，还给大祥啊！李龙挺仗义的。咦，那是羊。是羊，在山里捡了一只冻死的羊。捡的？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过这该不会是被毒死的羊吧？连一个眼神都没给。哥，我先把木头送大强家里去，然后把马车还了。其他人见没热闹，纷纷散去。我进屋拿了1公斤芝麻饼塞大强手里。小龙，这羊真是捡的？不是，是我卖了水醪子的皮，用5块钱买的茶叶和盐去山里和牧民换的。这羊是前2天山里下大雪，牧民那里冻死的，才死3、5天，好着呢。那就好，等化开了，我把羊皮剥了，那肉得给大强家拿些，拿条羊腿去吧。你跑出去1天就拿回来几根木头，这1公斤芝麻饼，那徐家小子捡回来1只羊，咋就没你的份儿？那羊是龙哥搞到的，自然是人家的呀。我去帮忙，龙哥还给我买了双手套，新兔皮手套呢，还在人家家里吃饭呢。我回家连饭都没有，我拿回来的鱼我自己都吃不上，我就算拿回来肉有啥用？你出去2天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敢跟你老子顶嘴了是吧？有本事你跟别人过去啊！你既然在这家里面，这家就是我说了算。谁？建设叔，是我。建设叔，大强，那冻羊我们已经卸好了，这只羊腿是给大强的，你放心，这羊肉是好肉，能吃。我们家已经在煮羊杂汤了。小龙啊，还麻烦你专门把羊腿送过来，你看看，快进来坐。不做了，我还得去队长家里，明天还要用马车，我得给他说一声。明天早上我去你家。行，那明天我等你。我从雪地里抽出一条羊腿，提着就去了许成军家里。你说你还要借马车，那工分钱……我照掏。这羊腿是干净的，山里冻死的羊，牧民家里的，我家在煮羊杂汤呢，能吃。行，你把工分钱放下，我写田子。不过明天得换匹马了。队长咋说我就咋办。你说小龙这变化真大，明天借马车的事情知道给队长家里拿条羊腿去，也不知道队长家敢不敢吃。那有啥不敢吃的？这冬天咱们能好好过个年了，柴火也不缺了。小龙真是能干。哎，我也没想到小龙变化这么大。我叔还说要逮鱼去县里卖呢，说1条鱼能卖1块多。事儿都办好了。办好了，明天一早赶车还要去。嫂子，这是今天赚的钱，你拿着。这钱我不能收，先前就给了10块了，家里也不缺，这钱你拿着。嫂子，你先收了，听我说，我还有事儿找我哥呢。你先收起来吧。小龙，啥事儿？哥，我今天去到牧民家里，他家有枪没子弹，说有狼。我想着，哥，你这里是不是还有5、6瓣的子弹，能给我一些不？有个几10发，你都拿去吧。人家给了这冻羊，那是得感谢人家。等你再去了，给人家再买点茶叶啥的。我知道了，山里值钱的东西多，以后多搞点东西，咱们家也能富起来。爸，等吃羊腿的时候，逼食给我和我弟1人1个。我心想哈里木家里那仨小孩玩的时候，心头一动，那木炕上几10个碧石，要几个应该没事吧？喝完羊杂汤，听大哥讲鸡兔同笼，我觉得这就是幸福。盘点收益，
手里还有不到10块钱，但有了子弹，明天有把握换回洞阳，再去别家牧民那里换东西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了狗叫和脚步声。谁？是我，黄晓霞。我很快反应过来，这是生产队唯一一个大学生黄志远的女儿。那年代初中生都是知识分子，她来时才3、4岁，算算她不到20。上一世她因顾二毛纠缠嫁给他，又因家暴离婚，不知所踪。小霞来了呀，进屋来。你爸还好吧？不了，建国叔，我想从你家买些羊肉，我爸病了，想给他补补。你爸病了，喝药了没？啥病啊？没啥大病，喝了。我爸说没事，着凉了。小龙，你送小霞回去，这黑灯瞎火的不安全。你爸啥时候病的？昨天。我家的柴火不多了，我爸在院子里劈柴出汗着凉了。那不算重，发汗就好了。家里还有药吗？我问一句，他回一句，觉得没意思便不说话了。谁？没事了，可能有谁路过走了。他心有余悸，大概率知道那是想干嘛的二溜子，只是没想到以前听说挺怂的我，竟然这么猛。给你爸身边准备好温水，多喝水，好得快。给你钱，这是我大哥说的，给你爸治病的，不要钱。那黑影是谁？看身影怎么那么熟悉呢？大哥，别装那么多，吃不了。那要是干活饿了呢？来，多装点。没事儿。吃不了带回来，穷家富路，家里怎么都好说，在外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县的麻烦，就是多带点儿。昨天晚上煮了些羊肉，也带上，吃肉干活有劲。妈，我也要吃肉。吃，就知道吃。昨天晚上还没吃够，你叔是要干活去的，知道吗？家里2个孩子都怕他，严父慈母，在徐家反过来了。嫂子把剩下的羊杂汤盛给我，剩下一点分给俩孩子，为数不多的羊杂全在我碗里。看着他这习惯动作，我鼻子有点酸。我喝汤就好，嫂子还把我当孩子呢。那你在我们面前不就是个孩子吗？你才多大？没结婚那都是孩子。那等你们回来，我还熬汤。好，指不定晚上我还能拉来一只羊呢。要是拉来了，到时给俺何叔那边送半只去。昨天志刚过来了，我让他带了些鱼过去，这肉就不送了。那不一样，吃法不一样啊。羊肉是羊肉的味儿，鱼是鱼的味儿。年前我能多跑2趟，说不定能多带回几只羊，到时咱们家过个肥年。何家没少接济我家，还债的感觉真不错。小龙啊，听说你要进山，带我一个呗。带不了，我和大强约好了，那马车不能多带人，人带多了拉不了东西。小龙，你听我说，我也不是故意把你被开除的话传给吴淑芬的。特妈的不带我是吧？你能去我也能去，不就是山里吗？当谁不能去一样。大强，怎么不去家里，在这里窝着？我看到小光去你家去了，猜他肯定也是找你去山里，想着他要去，我就不一定能去了。不是给你说了吗？我们2个去，不带他，以后去也是咱们2个，知道吗？好嘞，就我们2个。我找老罗套了马车，去县城买齐了砖茶、盐、方糖和水果糖。因为熟悉路，赶到时比昨天早。哈里木主动伸手，我和他重重握了一下。进东窝子里，我瞬间眼前一亮，发现火炉边上放着3只鹿角，个头都比自己昨天拿到的大。这是茶叶、盐还有方糖。哦。昨天你们走以后，我就去找其他放羊的人，的确有人家里有冻死的羊，他们不要钱，要茶叶，我给了他们茶叶，拉回来2只羊，还有那个，这是20发子弹。真太好了！昨天晚上狼又过来了，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觉，有了子弹，我就能把狼打掉了。兄弟，你真帮了我的大忙啊！
咱们是互惠互利嘛。你帮我找到了洞阳，找到了鹿角，我帮你找到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的。对对对，互相帮助。等冬天过去，春天来了，我能打到野猪什么的，你过来拿。中午他展示了几分钟宰羊，我一直拒绝阻止，但他家认为必须宰，不然对不住我这客人。这币石能给我几个吗？内森没听懂，哈里木对他说了几句。要不了那么多，我有侄子侄女，他们喜欢这个，所以替他们要几个。我昨天去搞了一些木柴来，不过因为骑马去的带的不多，你们拉上吧。我们距离那煤矿近，隔几天就能带一些回来。等你们下次来，我就能带回来更多的煤了。我没拒绝，掂了掂3根五角有10来公斤，按收购价的话，怎么也能卖30-40块，兜里又要有钱了。你们还需要什么，都给我说一下。有空我去找其他人，碰到了可以换来。能打到野猪的话，野猪的肚子留下来最好了，等夏天也能卖上钱。还有蘑菇，你来卖鹿角？先看看价格吧。这鹿角看着还不错，不过有裂，给你2块钱1公斤，这已经是高价了，怎么样？2块1公斤，少卖10几块，一只小羊没了，等洪文光来再说。那就3块，不能再高了。行。拿到钱去百货大楼，我问大强需要买什么不？不了，我啥也不缺，买了给侄子侄女的1公斤水果硬糖，2包方糖，2瓶罐头，不到10块钱。28加重永久自行车167块，缝纫机85，都要票，可惜自己没票。这回拉回来2只羊，我给你分半只。不要不要，龙哥，我真不是和你客气，这羊肉要拿回去，下趟我就没办法跟你出来了。我爸想让我哥跟着你，我不让，我说你只让我跟。我爸还说让我后面记着路，让我跟我哥上山。我意外他会说出来，更欣慰没看错人。他认死理，觉得我对你好就不会背叛，除非我先背叛他。没事儿，大强，这羊你该拿还得拿，不能让你白跟着我跑。再给你个羊腿吧，木头给你多留一些，可以吧？好，龙哥，后面我还跟着你。两人赶车往回走，又进山这事儿让不少人猜测能拉回什么，包括队长老婆马红梅。你说这回李龙那小子能不能拉回木头？肯定能。那你说他今天能不能再捡羊回来？当然能，说不定还不止1只。那会不会再给咱家1条腿或半只羊？你想啥呢？你和人家啥关系？人家给你送那么多东西，他家借马车工分给了，羊腿送了，还想啥？我这不是想着这徐家小子挺懂事的吗？哼，懂事就更有分寸。给咱1条羊腿那是礼，给1只羊凭啥呀？人家中邪了，你咋没把自家的肉给人家分一些呢？我就是想着如果再有羊肉，给俺爸那里拿些嘛。那让你兄弟明天一早过来套马车去山里，能搞到是运气，搞不到也没办法。不要光看别人吃肉，人家有人家的关系，咱也别光眼红。那我弟也不知道咋去啊。我带他去，我知道进山的口子，但能不能搞到羊不知道。不过能搞到木头也不错，我看徐家小子搞到的木头都是上好的松木，放下来春天打家具挺好。我和大长牵着马车出现，侄子收起旋转的老牛冲了过来。叔叔，跟你朋友分去吧。意外的是，陶建设分家的陶大勇和媳妇马春红都在。这车上一半木头是你家的，正好你们都在，那就一起卸车吧。看这么多木头，吴家人乐开了花。昨天只是几根不大的。那个小龙啊，我看车上还有羊啥的，是不是也有俺家大强一份？有条羊腿，等回家我把羊卸了腿后，让大强过来拿。我看有2只羊，就只给1条腿啊！爸，那羊是龙哥换的，和我没关系。你闭嘴，出去干活，见者有份，你出力了，那就得挣你那一份。建设叔，你不会以为这只羊真的是我捡的吧？我给大强1条羊腿，就是因为他出力了。其实我也可以不给的，因为木头我给了你家1半，这才是大强出力该得的。说完没多解释，牵车离开。大强气得一跺脚追上，陶建设反应过来小儿子不见了。混小子，气死我！龙哥，我爸他没恶意。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。再说了，你爸替你争利益也没错，只是他有些贪心了。我没生气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这话有些时候挺适用的。没冻着吧？没有，还吃了顿好的。那就好。你们还搞到了煤？碰到了个认识的，他家里煤多，
我拿东西换的，反正也不多。小龙啊，你这羊还是捡的吗？差不多呀，这2天我运气好。这么好捡啊？那我也捡一下去。你怎么进的山啊？看到那里没有？就从那里进去就好。望山跑死马，没人带，不认路的话，就算看到山口都不知道怎么进去，哪怕找到山口都有可能迷路，走岔路太正常了。大哥，卸羊的时候给大强拿条腿。就一条腿？就一条腿。行了，以后他吃肉可以到咱家拿。正想看着他，现在拿多了他也吃不上。小龙，马车赶回来了。明娃，吃糖。看你把娃娃惯的。小龙啊，我给你说个事儿，我想你可能还要借马车，不过刚才就这一会儿，队里的马车已经让人借光了。哼，这样啊，那算了。队长，我想打听打听，你这里有没有自行车票、缝纫机票？这个票嘛，我倒是可以打听打听。回到徐家，只有大哥在卸羊，我上前帮忙。明天你还去？去不了，队里的马车让人借光了。借光了？借光了？是我去队里找队长的时候，队长说的。看来有人眼红。那正好明天休息，这2天小龙也累坏了吧？其实也没多累，今天中午还在人家家里吃了一顿手抓肉呢。那真不错。大哥，我打算今天晚上做个爬犁，你知道不知道谁家有锯？咱家就有。做多大的爬犁？人拉的，不要太大，桌子那么大就行了，木条子架上就行。我打算明天砸冰窟窿，抓些鱼，后天一早到县里去卖。那明天上午我跟你去整鱼，下午咱们搞爬犁。娟儿，给你和你弟一起玩。叔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是啊，我山里的朋友家里挺多的，我就要了一些。叔，你太好了。叫啥？叫那么大声音，顶棚都吼翻了。妈，你看我叔给我们要的这么多碧石啊，桂花才5个，就天天宝贝似的，碰都不让我们碰。这下我让他看看去，啥叫多。那后面再说，过来端碗吃饭了。小龙，你就惯着他们吧。那是我侄子侄女的，不惯他们惯谁？这日子真舒坦。大强来了呀，快进来。龙哥，我不进了。我听说好几家都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明天要进山，我来告诉你一声。我知道了，先坐。你先坐着，我去给你盛碗汤。嫂子，别盛了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再喝一碗也没啥。咱们明天去砸冰窟窿抓鱼，你有没有空？有啊，抓了去卖。不过别和别人说呀。好好好，我一定不说，我爸我哥也不说。他接过汤，五味杂陈，拿回去的羊腿不见了，家里连羊肉都没做。他晚上喝的还是凉的玉米糊糊。他极快喝完，梁月梅要再盛，他急忙起身拒绝，碗却被接了过去。等再接过碗，看着碗里盛得满满的羊杂，陶大强眼睛一红，眼泪差点落进去。这是外人吗？自家人连外人都不如。我看大强有心事，剩下的钱有他一份，但眼下不能给。要紧的是先把自行车的钱挣够了。第2天我们去小海子，远远看到有出村的马车，我心想这时候才出门，还想去山里拉木头，做白日梦呢。这2天有人来过这里，应该也是来捞鱼。小海子是公家的，你能捞，别人肯定也能捞。要是能再逮到一只水老鼠就好了。那不容易，这玩意儿冬天都在水底槽里面，有的干脆就冬眠了，不好逮。大强没说话，但眼睛亮亮的，他也期待水老鼠，一只顶好几条鱼。龙哥，咱们要重新凿冰吗？不用，原来咱们不是用雪填的冰窟窿吗？现在把雪清掉就行了。娟儿、小强，你们去抱那些毛苇子。等会儿应该就有鱼过来了，这里砸过几次鱼，一开始应该不会多，有就行，总比天天吃咸菜强。大强，看不到的，冰窟窿太小，你要是着急，就拿着抄网捞一下。现在捞不就把鱼吓走了？捞一下，把鱼吓跑了怎么办？有鱼，活的，好大一条！娟、伟伟，你们把鱼捡起来堆一块。
陶大强兴奋的再来一网，结果只有2条鲫鱼。去那个冰窟窿吧，这边鱼还没过来，得透一下气。陶大强不甘心，但也只能把抄网递给我。哇，大鱼！小叔的网里有大鱼。好了好了，这鱼你捉住了，伟伟好样的，把其他鱼也捡起来放袋子里吧。伟伟真是好样的，那草鱼的劲儿可大了。好疼啊，叔，这鱼打得我好疼啊！小强不哭啊，等回去让你妈把这鱼做了给你吃，给你报仇，可要记住这条鱼。那好吧，这鱼估计今天就得进肚子里。下午你们2个去就行了。我下午拿锯子锯木头做爬铃，争取你们晚上回来的时候把爬铃做好。好，希望我们下午能多待点。那要待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去卖鱼吗？明天要早走，比到山里还早，不然的话鱼卖不掉，还容易被抓。这年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，但卖东西还是有点危险的。真正到了明年开始，小商小贩才逐步放开。也不知道今天去山里拉木头的人有没有收获，管他呢，他们有收获了也不会分给咱们，一点没有的话，估计其他人也会早早借马车去。咱们就搞好咱们的，尽量的多抓鱼，希望明天卖个好价钱。太阳西斜，捞到了20多条大鱼，还有10来公斤杂鱼。回吧，回去还要看看爬里搞好没有。他们没捡到啥东西啊？你当是谁都能找到进山的路，能捡到松木啊？进山的口子那么多，进错了找不到路都有可能的。等以后咱们赚了钱，我带你去乌城转转。大强点头答应。侄子过来喊我们吃饭，看到桌上的那盘草鱼，我乐了。果然侄子报仇不分早晚，下午带回来的草鱼晚上就炖上了。这可是伟伟的仇人，咱们一起把他消灭掉。你多吃点鱼肉。李强只吃了1筷子草鱼，就转向鲫鱼，主要味道淡，而且缺油。我想着明天卖完鱼，得去黑市看看有没有卖清油的。大哥，明天给我拿些粮票，我卖了鱼买些粮回来。光吃粗粮，你看娟跟小强都不好好长。行。其实我知道，熬过这大半年就好了，好日子要来了。我们这里以前那100多年前号称金板玉底，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的马河呀，河底有金矿，河源有玉。那时候的不少富户啊，就住在现在的破城子。我怎么这么笨，把这事儿给忘记了？啥？想起来啥事儿了？玉啊，咱们南山里有玉矿啊。牧民还问我要留意啥玩意儿，我把这个给忘记了。马河碧玉是出过国宝的，在清时就在这里开过玉矿。虽然玉质不如和田碧玉，但上品的籽料碧玉也是非常难得的。哈里木他们世代居住在山里，肯定是知道哪里有碧玉的。那有空过去问问就知道了。那玩意儿又不会跑，现在玉不见得比粮食贵。叔你才不笨呢，叔最聪明了，呱呱鸡都能抓到，还能换来大黑石，别人都没这个本事。小强最乖了。想到呱呱鸡，既然明天卖鱼就去看看。抄起手电，戴手套帽子，拿抄网和尿素袋往东走。走出几百米后，我就知道这一趟恐怕要跑空了。我走过的痕迹有脚印跟着走过去，显然知道呱呱鸡位置的不止我一个。于是提着手电一路走到上一次打呱呱鸡的位置，果然一只也没有。那就换地方，在雪地里趟着往前走。我喘着粗气，有些后悔了，太难走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都走这么远了，也不差剩下的几百米了。突然有个黑东西窜出去，打开手电，看到半个白屁股灰影，是野兔子。看着它窜没影，才关手电。我计划下雪来追兔子下套，这肉比呱呱鸡多。接近第2个藏身地，隐约看到结基草旁边有避风取暖的黑坨坨。手电一晃，果然有许多，上前一舞就中4只，急忙伸手进去抓着，往尿素袋里塞。外面的惊慌爬起，但有草挡着，飞不起来。雪后深一脚浅一脚，还没跑几只，我下一网已经舞了过来。今天大丰收，虽然累得气喘吁吁，但心里极其舒服。明天连鱼卖，肯定好价钱。小龙干啥去了？刚才过来就看你没在。睡不着，
出去转一圈，有事儿？是有事儿。今天我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打算学你去山里拉些木头回来当柴火。结果到了清水河，剩下的路就不知道怎么走了，勉强赶着马车到了山口，又找不到哪里有木头，最后捡了一些树枝回来。你看你一出手，拉回来那么多木头，还捡了冻黄杨。队长他们3辆车进山，也就拉了点烧火的破松木回来。还是你小龙厉害啊！他记得我以前极其虚荣，受夸就会竹筒倒豆子全说，但我听了仍然不冷不热回了一句，再没其他话。小龙，那你能不能给哥说一下那路怎么走？你给我说了，等我拉木头回来，给你一大截木头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爹就是好占便宜的主，你也一样。这便宜话说的挺好听，真正办起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再说了，我凭啥要把路线告诉你啊？我就是从清水河那里进的山，那山口那么大，顺着方向走就是了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就是找不到啊！那里那么多沟，还有渠，生产队外面还长着那么多的灌木，根本就没啥路，我们过去是硬挺啊！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是那么走的呀，进了清水河，然后拐进去，顺着山口的方向就过去了。我还不信，离了你李龙，我就找不到进山的路了。等我捡到冻黄杨回来，看我不臊死你！这帮人把我的路断了，还指望我指路？谁？龙哥，是我。大强，你怎么这么早？我还打算吃过饭去你家找你呢。我怕我错过时间。你几点过来的？不记得了。快进屋！你不会是昨天晚上就没睡吧？我胡猜却说中真相。他昨晚回去没饭吃，早早睡下，却担心起不来。等陶建设睡了，就悄悄出门，在我家门口等了不知多久。李建国招呼进屋，梁月梅赶紧盛包谷滋稀饭。陶大强靠在火墙上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我洗漱完，帮着端碗盛饭。早上是包谷面发糕，羊肉炒咸菜，加上稀饭和昨晚剩下的鱼汤。我和陶大强狼吞虎咽吃完，我随手把嘴一抹，对大哥交代任务：大哥，我屋里有几只呱呱鸡，我带几只去卖，剩下的你收拾一下，咱们就吃了。陶大强满眼羡慕地看着我，大概心里在想，他龙哥就是厉害，随便出手就有的肉吃了。李建国从裤腰上解下钥匙串，打开五斗克，从里面取出一沓粮票来，数出几张递给我。给，够不够？不够，再拿些。好。李建国倒也没说啥，现在我这当弟弟的有本事，他自然开心，我也不会觉得自己能比大哥强。得了吧，等到明年开平分地，那时候才是大哥显本事的时候，我自己的那2亩地还要留着大哥种呢。我们俩的身影伴着爬铃的沙沙声，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。天亮的时候，陆大嫂又来到了我家。哟，他婶子，你们家吃饭早啊？看着李娟和李强2个在炕上玩，陆大嫂笑着说道。正在纳着鞋底的梁月梅点点头，没多说话。他婶子，你听说没有？昨天队里借3辆马车进山拉木头的，就队长他们那车拉了半车，剩下的啥也没拉着。怎么没拉到？那山里那么多木头，说是找不到路，人能进，马车进不去。还是你家小龙厉害，每次回来都是满车的东西。小龙运气好。梁月梅含糊地说着。我看可不是运气好，是小龙有本事。陆大嫂完全没有前2天说我是败家仔的觉悟，开始夸起我来。对了，他婶子，我娘家侄女19岁了，小学毕业，能干活，长得也好，你看看是不是和小龙说说？那我得问问小龙，小龙的眼光可不低。我知道，我就是问问，小龙要答应，那先见个面，成不成另说嘛。我并不知道有人已经开始打算投资我这个潜力股了。我们赶到黑市的时候，天刚麻麻亮，但黑市这里有人已经打算散场离开了。他们来的这么早吗？我应了一声，然后找了一处空位，把爬犁停好，开始掏东西。卖的啥？有人立刻过来问。鱼。我也没抬头。还有呱呱鸡。鱼？啥鱼？鲤鱼、鲫鱼、草鱼、莲子、五道黑都有。我看这人问的这么细，立刻抬头认真回答：你要哪种？要多少？啥价钱？论条，平均大的鲤鱼5道黑1条2块，莲子1条1块5，小鲫鱼、杂鱼10条1块。我这鱼大的都在1公斤半以上，绝对便宜。男人有要买的意思，我便把鱼掏出来摆在爬商上。又有人围过来看。
看着是不错，挺大个的。五道黑呀，这鱼断瓣子肉，好吃的很。那鲫鱼是大板鱼啊，看着挺肥。小伙子，这鲤鱼多少钱？哈哈哈，2块，这可是最大的。你看这红头红尾多漂亮！啥时候抓的？昨天啊，你抠开腮罩开看看，红的。我们砸了快1米厚的冰窟窿抓的，可不容易了。那我要了。第一单达成，有了他第一个买。接下来好几个开始挑鱼，这年头大家挑鱼都挑大个头，毕竟缺肉。你这鱼都剩下的小的了，再卖那个价，我们不就亏了？就是啊，你这鱼大小不一样，先前大的被人挑走了，我们要还出一样的价。前面5、6个挑走了鱼之后，后面的几个人不乐意了。对，你这剩下的鱼明显小一圈。我看了看剩下的鱼，2公斤半以上的的确都挑走了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各位别慌，剩下的这些鱼一条1块5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一条至少2公斤重，1块5和7毛钱1公斤，可比羊肉便宜。那鲢鱼呢？鲢鱼1块。”其他人立刻也挑了起来。这些小鲫鱼怎么卖的？这4条大板芥7毛1条，剩下的小鲫条1块钱，不过不能挑，总共是3块8。给我来2块钱小的，他们不懂吃，这小鲫鱼才是好东西呢。对了，小伙子，你能不能搞到泥鳅？泥鳅没有，不过有钩鱼，跟泥鳅长得挺像。那叫高原牛，泥鳅的一种，能整来不？这大冬天不行，水太深。哎，好吧，这玩意儿放后市可值不少，可惜这张有点旧了。看着没人过来了，我让收钱的陶大强点点钱。这么多！陶大强愣了一下，又数乱了。他又重数了一下，的确是28，鱼卖的刚过一半，剩下的要卖完，那可不得50多块钱了。陶大强兴奋地说道。周围的人看了过来，不可能了，估计剩下的卖不动了。你没看已经开始散场了吗？那咋办？我摆摆手。陶大强转过头去，发现黑市现在已经没多少人了。陆续有人开始收摊，买东西的现在还没卖东西的多。你先看着，就刚才的价，钱给我，我去问问东西的价格。我刚才就注意到这里不光有卖东西的，还有换粮票、邮票啥的，便走过去。那个人警惕地看着我。哥们儿，有没有自行车票？有，1张50。这么贵？缝纫街票呢？20。我顿时一阵无语。那菜油票呢？1斤2毛。心里暗骂：黑，真黑。但没办法，没门路的话，还只能从这里来淘换。来10斤菜油票。那人虽然有些不满，但我毕竟算是成交了一单生意，他便数出10斤菜油票。我取出2块钱递过去，一手交钱一手交票。转了一圈，我看到有卖粮的，还有卖猪肉的。猪肉1块7一公斤，肥的不多，应该是已经被人割走了。我要了2块猪肉，1块2公斤多，1块3公斤多，花去了10块钱。龙哥，卖掉1只呱呱鸡。走回去的时候，陶大祥笑着给我递过来3块钱。不错不错，行了，走吧，没人了。那这些鱼，陶大强有些不甘心。先装起来，咱们转转。没走用什么？我看其他人都陆续开始收摊，知道不能再摆了，便快速收拾东西离开。2个人拉着爬销，我带路走到了国营食堂这里。我记得这里经常被人称为大肉食堂，大肉就是猪肉。顾名思义，这里是汉餐，而且以肉包子为招牌。走，买2个包子吃去。想到肉包子，我有点馋了。这2天吃的虽然不错，但和后市相比还是有点寡淡。现在的肉包子真材实料，不会把那些杂肉啥的边角料搅碎了包进来，那是实打实的五花肉加白菜大葱。龙哥，我不饿。我让陶大强在外面等着，自己进去买了4个大包子，巴掌大，3毛1个，热气腾腾，实惠啊。当然，我没给陶大强说价格，不然他肯定要说贵。2个人1人1个，3两口就吃掉了。陶大强吃得满嘴流油，抹一把还舔掉了。我觉得画面有点太美，扭过头去不看他。吃完包子，抹了一把嘴，陶大强感觉身上暖和了，问道：“龙哥，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。”我指了指不远处过来的一个女人，说道：“我去问问，你看着点儿，待会儿有人过来咱们就问。”说着我走上前。那女人警惕地看着我：“大姐你好，我家是村里的，昨天抓了些鱼，你看你要不要？新鲜的很，可便宜了。大鱼，1块钱1条，比大肉划得来。”在哪里？那女人听着心动了，问道。我急忙走过去，从爬岭上的尿素袋子里掏出1条鱼来。看，这是鲤鱼，还有草鱼、莲子、五道黑，
还有鲫鱼。1块钱，能便宜点吗？不能再便宜了，这鱼不小了，合着不到6毛钱1公斤。我伸出手给他看，我们挣的就是辛苦钱，这砸冰窟窿可不容易。那行，我买2条，1条鲤鱼，1条5道黑。好嘞。我急忙给他把鱼拿出来，女人有些不满。